又到一年父亲节，某平台2023数据，父亲节礼物销量仅为母亲节的1/3，反映父亲角色在家庭情感表达中的边缘化。麦肯锡发布了新常态下的中国消费的报告。麦肯锡的数据和洞察，简单的说是在以个位数而不是2位数增长为特征的新常态下，中国消费市场呈现了3大趋势：一、接纳新常态，顺势而为，人们正在逐渐适应现实，消费行为也展现出了韧性。2、信心趋于稳定，但也有分化，人们的总体信心不再大幅下滑，但不同人群的体感差异巨大。3、注重个人价值，回归硬逻辑，消费决策更看重实际效用和个人成就的现实。人们可能在某些大件耐用品上更犹豫了，但在教育、健康、体验这些能够提升自我、带来精神满足的领域，花钱的欲望可能反而更强了。就拿父亲节来说，并不是我们不想给咱爸买礼物，而是另有原因。咱爸不是人，他是神。嗨。在家中是神一样的存在，反而让给咱爸买礼物显得特别纠结。让你更纠结的是咱爸常说的谎言，比如说乱花钱，退了吧。真正想说的是，你留着钱过自己的日子，我用不上。潜台词是我怕弄坏，怕丢，怕配不上。纠结还有很多，咱们边走边说。腕表流行力，天数接地气。父亲节买什么表？我国的人均存款率是高的惊人啊！奢侈品消费并没有严重下滑，二级市场的价格回落只能说明人们花钱的思路变了，人们更愿意投资在过得更好、更有意义的、能够带来精神满足的方面。如果你发现咱爸还没有手表，那么你的机会来了。是表就成，骨子里咱爸信奉腕上没表，办事不牢。腕表早在咱爸少年时代就是标配，入门级机械表甚至是智能手表都是安全的选择。但买智能手表要注意，你得花时间给咱爸示范一下。其实我真的不相信咱爸手里没表是因为他不想戴表，或许是没有精力搜索，或许是自认为没有适合自己的表。社会上有一种隐性纠结，有人会陷入买便宜怕被比下去，买贵了父亲心疼的双重压力，但买第一块表大可不必。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石英表流行的时代，所以只要是表，甭管机械的还是石英的，颜值高就可以。小提示，咱爸那一代人虽然信息不发达，但广泛认同一个道理：薄才高级。许多父亲对奢侈品的态度是没必要或者舍不得，子女则希望通过贵重礼物体现孝心与社会地位。如果父亲日常戴惯了100元电子表，突然收到了10000元机械表，可能会有佩戴压力。吸铁城的光动能表不但薄，而且连电池都不用换了，更容易蒙混过关。这表是石英的，一句话可以打消他的顾虑。舒伯泰材质耐用而且低调，石英表一般比较薄，符合咱爸的基本审美。买吸铁城最好买限量的，不光是不怕撞表，更是因为待会儿再说，这是为你好。有一个典型案例，一个网友吐槽，我爸收到了积家后，只在过年戴了2次，说上发条太麻烦，又换回了手环。话说你爸手里没有表，说不定是当年他风雨无阻接送你，他的手动机械表因为汗水、雨水在抽屉里沉睡。现代机械手表自动上弦大大减少了进水几率，所以一定要买自动表。自动表分分钟可以防水100米，石英表也是。同时对咱爸来说，自动机械表与石英电子表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是等价的。手动机械表适合表迷，但需要额外的精力来玩。咱爸更喜欢户外旅游，他更愿意带出去，这是为你好。保险的做法是同品牌型号升级。一般来说，咱爸当年买表的决策时间比咱们长，所选品牌是可靠的。我推荐的可能反直觉，在给咱爸选表方面，密底优于透底。
这是腕表作为礼品特殊性决定的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比如劳力士的路史星，造型就是来自石英表时代，也是劳力士难得的透底改进的擒纵系统，让人一睹机芯运作和工艺之美。这是我推荐的透底之一，乍一看跟咱爸当年众多的情人梦中情人很像，但当年的石英表设计还是很先进的。以此类推，天梭的 P2X 买石英的还是买 Powermatic 80？我觉得吧，咱爸又不知道 P2X 跟 AP 皇家橡树的梗，所以石英的就行。石英的刚好也是密底的，这是为你好。这种纠结不算纠结，这说的是代际审美差异。总体上，咱爸偏好低调的经典款，对镂空表盘、运动表等花哨的设计不习惯。你知道，很多人是分不清楚不习惯跟不喜欢的区别的。某二手奢侈品平台显示，子女赠送的手表中，因为风格不符，转卖的比例高达35%，远超自购手表。当初为给你办学区房的户口，哪有精力顾得上买表啊？电视上看看就得了。安全的选择是怀旧款。瑞士很多大牌常年推出怀旧款，不光是因为咱爸念旧，更是因为怀旧款设计比较古典，反而不会过时。这是为你好。以下仅用于举例，并不排他。欧米茄、劳力士、万国、浪琴、知柏。话说，欧米茄的无瑕赴死也是少有的007密底款之一啊。万国的葡萄牙传统上一直是留有刻字空间，工程师甚至是飞行员。今年又是工程师之年，今年新款全都透背了。不知道去年买到密底款的朋友会怎么想？密底也有密底的好处，比如刻字的空间。不喜欢张扬的，可采用隐性奢侈策略。小众品牌，亨利慕时、宇舶，还有什么你自己脑补。亨利慕时工艺好，设计独特，低调。格拉苏蒂原创 60s 造型复古，直接命中苏东情节。宇舶一定要买 Big Bang 系列 Uniqlo， 自定型到现在20周年了，已经立住脚，是未来的经典。强大的自产机芯，设计和材质可以做到历久弥新，这都是为你好。有个很简单的原则，如果你都嫌大，就别给咱爸，大概率你手腕小于咱爸。想想你和咱爸谁干的粗活多，谁的运动时间长，这要是将来表落在你手里这是为你好。给咱爸买表的核心纠结，价格不是预算问题，是对孝心的量化标准的焦虑。多少钱才配得上咱爸的付出？怎么破？这个我也没招。不过咱们从投资回报这个角度聊5毛钱的。一，你是你爸的投资；二，你确定你买的表是给你爸的，而不是给你儿子的？你给你爸的礼物，不妨看作是你爸对你投资的回报。从这个角度，其实越贵越好。但如果你看重的是情感的连接，有一个性价比很高的玩法。设想一下，在表背上刻字怎么样 ？To my hero， 致我的英雄。父亲，沉默的付出者。英雄一词瞬间将他的平凡伟大封神。某短视频平台上，我的爸爸是超人话题 5.8亿次播放，是对父亲社会角色的诗意重构。表背刻字如同父子间的暗号，外人看到的是品牌，父亲摩挲的是只有你俩懂的暗号。咱爸再节俭也很难拒绝，你花钱的成就感爆表。很多品牌都能提供刻字服务比如万国、欧米茄，官方渠道刻字比较稳妥，需要跟品牌确认一下。如何让刻字效果最大化？实操技巧，刻字也有字体玄学。父亲手写体比印刷体杀伤力高10倍。北京表的篆刻服务加父辈手写字体复刻也是很有特色的。我一个朋友说，我爸看到表底是当年他给我作业签名的字迹，当场红了眼眶。这里要警惕一个翻车点，别用自我感动型刻字，比如感恩父爱，有点像那个场合不吉利。还有更出圈的各种定制服务，江诗丹顿的阁楼工匠、积家、亨利慕时等品牌的珐琅表盘定制，定来的肯定是孤品，这是为你好。终极真相是，父亲们根本不是讨厌礼物，他们只是害怕你透支生活，怕自己不再被需要，怕这份心意太过于赤裸，会击穿他们用一辈子筑起的沉默的墙。
你需要做的是让咱爸知道，爸，其实我比你想象中更有钱，也比你想象中更需要你。当年您给我买的第一块卡通表，今年我送您第一块机械表，你爸的投资回报不错吧？这种礼物轮回设计，直接把消费行为升华为家族叙事。奢侈品最奢侈的从来不是价格，而是它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合法的、体面的方式，说出了憋了30年的那句“爸，其实我以你为荣”。这或许才是中国式孝心最深刻的悖论。我们总是在找最贵的礼物，只是为了支付最便宜的那句告白。回过头来再看看麦肯锡的报告结论啊，尽管某些消费停滞，但人们更愿意在生活质量、快乐、成就感方面花钱。这世上所有乱花钱的谎言，不过是在等一个戳穿它的拥抱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只能买一块表，在致我的英雄和老爸签名之间选哪个呢？我觉得你可能喜欢前者，因为我的英雄可以是双关语。你想啊，老爸是你心中的英雄，而爸爸又何尝不希望儿子是英雄呢？所以很难说这块表是给你爸买的还是给儿子买的，这是为你好。最后从投资角度，你能做的至少应该是为了将来儿子给你买块好表，现在就赶在孩他妈出手之前，赶紧给儿子买块小天才或者这个。关于给咱爸买礼物啊，就说这么多。我相信你肯定有更多的点子，欢迎扔过来，咱们一起给咱爸一个惊喜。